你去没去过里约，对这座基督像一定不会陌生。只要电影中出现里约，也总会有一段从后向前航拍的镜头。晨雾缭绕之中的基督山，神秘而清秀。高大的基督像伸展着双臂，温柔地俯视着这座城市，仿佛也传递着巴西人的热情、友好与自由。所以来里约的第一件事，自然是抬头寻找云端的那座基督像。后来我才发现，根本不用刻意去寻找，因为几乎在这个城市的任何角落都能见到这座令人惊叹的雕塑。我也仿佛随时聆听着基督的教诲，沐浴在基督宽容的精神中。基督像不仅是里约著名的标签，也是巴西最经典的标志之一。里约人选择了在城市的制高点放置耶稣，为了方便运至山顶，还特意打造了上山铁路。跟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，登上那辆几乎是全景玻璃的小火车，火车平稳地呈30度斜度升腾起来。热带森林般的藤蔓轮番地在玻璃窗烙上斑斓。不一会儿，耶稣便从斑斓中缓慢地走了出来。一缕发梢，一面阔背，一轮侧影，再到一弯胸膛，深陷的双眼开始慢慢地转向我们。或许正是这样的欲扬先抑，登顶后面对完整的雕像时，感受到了彻头彻尾的震撼。基督像身着长袍，面容安静而祥和，微微低头，仿佛是在迎接所有的子民。平举张开的双臂，像一个神圣而庄严的巨型十字架，象征着热情博爱和宽广的胸襟。那一刻，没有宗教信仰的我们，也在基督神像的臂膀之下感受到了力量。山顶除了举世闻名的基督像，更是俯瞰里约美景的最佳去处。峰峦叠起的群山，细软绵长的沙滩，烟波浩渺的大西洋，弥漫的薄云像一只无形的手涂抹着这幅画卷，将上帝视角下的城市变成了沙画。都说里约是上帝之城，而这一刻，一切仿佛都是上帝的恩赐。基督像是里约的标志，那么海滩则是里约的生活。它不只是一个地点，更像是一个生命体。它也不仅仅意味着一张阳光下不展开的大毛巾，而是里约文化的全部。真正的里约人不是在海滩上，就是在去海滩的路上。他们在海滩读报纸、会朋友、玩藤球、认识别人、听最新的小道消息，有时还谈生意，可以说是活生生的巴西版《清明上河图》。当地人也常常用"这不是我的海滩"的说法来形容某件事不符合自己的口味。里约的海滩无疑是顶级的，伊潘内玛海滩拥有着伊潘内玛女郎，而 Copacabana 海滩则被誉为世界上最美海滩。海浪碧绿激荡，仿佛波塞冬坚固的城墙，正拖着白色的鬓尾，冲击着明亮广阔的沙滩。浪潮的怒吼在耳畔低语，波涛猛烈撞击着海岸，大西洋的呼吸竟如此密集。没来巴西前，光是嘴里说出里约热内卢这个充满风情的名字，浑身上下都能感到赤白骄阳下咸湿海风
吹过汗津津身体的黏腻。当双脚真的站在 Copacabana 海滩的时候，还是被它的美所震撼。迎面而来的是热情似火的阳光、微咸的海风，还有空气中弥漫的桑巴节奏。这一切仿佛都在告诉你，你已经来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。一片片古铜色的躯体，让这片洁白的海滩充满了最热辣的欢颜。所有人都洋溢着热情的微笑，悠闲而慵懒，仿佛永远活在让自己快乐的节奏里。毫无疑问，此刻在我身边的是地球上最性感迷人的一群人，每个毛孔都散发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气质。趴板冲浪、沙滩手球，运动的花样层出不穷，让人瞬间就可体会到里约人如两栖动物般在水陆两地的游刃有余。外国人喜欢小麦肤色，这完全与中国一白遮千丑的审美理念相悖。但是在这一片自由的土地上，喜欢古铜色肌肤的人可以肆意地沐浴着阳光，崇尚白皙的我也可以躲在大大的沙滩伞下自得其乐。而我的家属呢，早已去做最炫的桨板少年了。对于喜欢散步的人来说，迎着徐徐的海风，聆听着南大西洋的涛声，欣赏着水天一色的美景，8公里长的 Copacabana 海滩也是个太过奢侈的散步之地。踱步到沙滩的尽头就是糖面包山，孤傲地矗立在海湾的入口。虽然才不过400米海拔，但山体陡峭，四壁光滑，没有可攀之路，唯有乘坐2段缆车上下。也许是因为里约的天气，在这里坐缆车很容易给人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。站在糖面包山的山顶，远山如黛，近水寒烟，与基督山遥相对望，耶稣神像包裹在瞬息万变的雾霭中，一如既往的慈悲地俯视着自己的里约。这让我瞬间感觉到了什么是奇迹。世纪之初，一部叫做《上帝之城》的巴西电影，用客观冷静和略显混乱的镜头语言，讲述了一个贫民窟孩子的成长故事。片中真实而黑暗的贫民窟生活，牵动了全世界的神经。正所谓美丑相傍，有光必有影。在里约与海边所有的美好相比，贫民窟是另一个极端。它是暴力、毒品和犯罪的代名词，是魔鬼也会叹息着转身的地方。里约大大小小的贫民窟遍布全城，其中 Rosina 是最大的一个。我有幸前往，并找到了一位向导，带领我们深入其中。贫民窟位于陡峭的山坡上，成片成片的窝棚和临时板房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半座小山。一个个狭小的房屋排列紧密，犹如火柴盒一般。从远处看去，好像一座山城，又像是一座森严的碉堡之城。从贫民窟最高处的山上一路往下走，向导再三提醒我们，这里是里约最危险的地方，未经他的允许，一定不要擅自拍照。
沿着狭窄的过道穿行，污水横流，臭气熏天，很多地方只能一个人通过。两边都是没有任何规划、密集搭建起来的房子，这里墙体裸露着，电线裸露着，连居民很多都裸露着上身，用疑惑的眼光打量着我们这群不速之客。几个年轻人坐在路边，他们身前的袋子里装满了白粉和美元，我们只能选择视而不见，默默走过。虽然贫民窟大部分被毒枭黑帮控制，但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，大部分时间里，这里的人们也过着正常有序的生活。居住条件虽然简陋，但这并没有让他们失去对生活的热爱和希望。交流的过程中，也感受到了他们对改善生活的渴望和努力。无论生活的多么艰苦，他们也会用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生活。关于里约，有人说这里到处弥漫着声色放浪的空气，充满奢靡的享乐和深不可测的欲望。也有人说这里兼有北半球的浪漫和南半球的热情，让人难以抗拒它的诱惑。不同的肤色、不同的种族、极端贫穷与过度奢华肩并肩并存。每天都有人在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动干戈，但却从不发生宗教和种族纷争。人们也会抱怨示威，但街头热情的桑巴舞步却从未停过。里约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色彩的城市，无限的旖旎在这里汇成一片奔放粗犷而又色彩鲜明的生命之歌。尽管这里有散乱地分布在城市四周的贫民窟，有极端贫穷带来的不安与落后，但依然不能改变里约最本质的性格特点：美丽、悠闲、自由、和谐。你在富人脸上很难找到傲慢，也不容易在穷人那里看到悲伤。它常常让你找到人性的舒展，它呈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平和与包容，是生命未经雕饰的本色。离开时，我的脑海中仍回荡着桑巴的节奏，嘴里还留有卡莎萨的余韵。这座城，它让我明白，旅行的意义不仅是欣赏风景，更是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，思考人生和社会的真谛。我相信每个来过这里的人都会带着满满的感悟和回忆离开，而这些终将成为我们生命中珍贵的财富。